战力彪悍的车臣部队再次立下汗马功劳，率先突破了东乌重镇利西昌斯克，并取得重大战果。来看详细情况。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继北顿涅茨克大捷后，车臣部队再立头功，攻破了东乌乌军在卢甘茨克州的最后一个大城市利西昌斯克。此举宣告东乌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抵抗近4月的成果化为乌有。在俄联军的强大攻势面前，乌军即便是大量增兵和装备西方提供的武器，面对俄军的进攻仍旧无法守住阵地。虎哥认为，战争再这样拖下去，第一个扛不住的肯定是乌克兰一方。毫无疑问，他们已经到了力竭的边缘。根据俄媒的报道，此前经过数十天的激战，卢甘茨克战略要地北顿涅茨克在车臣部队的猛攻下，市区全线失守。乌军打算退守化工厂，重演马里乌波尔围城战钢铁厂的一幕，企图牢牢拖住车臣部队和俄军。但是这次俄联军没给他们这个机会，一鼓作气将防守的乌军逐出了化工厂，同时多条战线齐头并进向前推进，乌军不得不后撤，最终被迫渡过北顿涅茨克隔河，退守其在卢甘茨克控制的最后一个大城市利西昌斯克。而在全面控制北顿涅茨克后，俄军部队、车臣部队和卢甘茨克地方武装迅速发起新一轮的进攻行动，跨过北顿涅茨克河后，向利西昌斯克市发动总攻。利西昌斯克是顿巴斯地区的重要城区与工业中心，战前拥有人口30多万。2014东乌战争爆发后，到现在城市仅剩 1.5 万人，近乎成为鬼城。外媒报道，在乌军受命从北顿涅茨克撤出后，利西昌斯克成为了卢甘茨克州最后一块乌控领土。已成孤城的利西昌斯克被俄联军重兵包围。此次进攻打头阵的依旧是车臣部队。根据车臣部队发布的视频显示，车臣部队还是使用步坦协同加空袭加炮火支援的方式向城内进攻，对城内的残余乌军守军造成了巨大的杀伤。可以说到现在这个时候，城内的乌军军心早崩了。尤其是乌军高层之前害怕北顿涅茨克的乌军被俄军包夹，所以下令主力撤退。如此一来，利西昌斯克北部出现大缺口，而且东乌前线的长期残酷战斗让乌军减员严重，不得不征召没打过枪的平民上前线。西方提供的技术兵器也存在吃紧的情况，因此乌军的战斗力随着时间的持续正在呈现急速下滑的态势。对于车臣部队来说就不是这样了，尽管车臣部队也在乌克兰境内打了4个多月，但是在武器和后备人力的支援下，车臣部队战力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。毕竟车臣部队还能常常缴获乌军丢弃的西方军援物资。卡德罗夫也宣布将向前线再次增补4个车臣精锐营的兵力，因此车臣部队始终保持着非常不错的战斗力。加上前几个月作战经验的积累，车臣部队已经是战场的精锐劲旅，打巷战对他们来说是如鱼得水。因此在利西昌斯克市内的战斗中，车臣部队攻城的速度非常快。据称，在利西昌斯克市内，车臣部队调集了精锐的车臣共和国国民禁卫军阿赫马特特种团，此外还有卢甘茨克的哥萨克团等部队。在俄军口径巡航导弹以及炮击空袭的支援下，利西昌斯克市市中心的战斗打得干净利落。仅仅用时几天时间，利西昌斯克市市中心政府大楼被俄联军部队全部占领，整个城市大部被俄联军尽数控制，乌军全面溃逃。车臣部队还发布了在利西昌斯克市政府大楼面前的合影照片。卡德罗夫则发文称，俄联军已经控制了整个城市，胜利红旗插在了利西昌斯克中央公园。对此，乌克兰方面则发布声明，否认俄军彻底控制利西昌斯克市。但是明眼人都知道，这座城市已经不属于乌克兰的控制范围了，城市全面被俄军控制是迟早的事情。而占领该城也意味着俄军在第2阶段的特别军事行动中取得了巨大的进展。卢甘茨克和顿涅茨克中的一个已经基本被俄军全面控制，
想必接下来俄军将向顿涅茨克地区发动进一步进攻，以达成其控制该州全境的目的。虎哥认为局势已经明朗，支离破碎的乌军已经彻底失去了阻挡俄军的能力，距离战败或许只有一步之遥。